前往头城的路上，途经花莲，有位外国人在拍照，天空飘起了小雨。要去龟山岛旅游的周边环境，这次我选择住在了距离头城车站步行15分钟就能抵达的民宿区。民宿区徒步到南洋博物馆只需要4分钟，而南洋博物馆的生态池对面就是沉船点和乌石渔港哦。乌石港驿站2004年落成，香消停泊港边的大船。透明盒子的设计概念曾获得美国照明协会国际照明建筑设计奖，里头也有贩售纪念品。登岛401高地的行程，我当天就是在乌石港旅会大楼的柜台取票，并签署文件才搭船出发哦。建议提前确认不同行程的取票集合点。柜台后方也有咖啡，可以购买零食饮品。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欢迎回到德克旅游趣，我是德克。龟山岛行程需要20人才能成团，每年3到11月开放，周3固定关岛补给。建议提前联系住宿帮忙询问，确认后再订住宿最合适哦。龟山岛近海有个造价1000万、铁链固定在海床上的气象浮标，每年需要更换，负责监测天气、风速、浪况等等，是否预警性风岛也靠它。而登岛前也能看到龟山8景之一的神龟摆尾，延伸1公里的沙嘴会因冬夏季风和海里夹带的流石，季节性改变方向。上岸后的北岸港口能清楚看见大小石块堆积在沙嘴区。登高前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岛上唯一的洗手间上厕所。游客中心里除了有简单的医疗备品，还有贩卖各式各样的零食、纪念品，当然还有饮品以及去热解暑的冰棒。我们等一下出发的时候啊，我们先对时间上记下来，12点半在这边集合完毕，有没有问题？11点半要离开最高点是你往下面走，那下坡的时候有些台阶啊，它斜斜的，然后比较阴暗，会有青苔，所以下坡有时候特别晚，要特别注意。好，230阶有个小小凉亭，只能站着休息。1000阶有一个比较大的凉亭，大概容纳20到25个人，所以我们1000阶都轮流休息。龟山岛最美丽的花叫做龟壳花。现在啊，春天啊，毒蛇比秋天还毒很多，因为它刚刚冬眠过，听说春天的毒蛇最多，而且它拟态的效果非常好，就在你旁边，你根本看不清楚，所以要特别注意。它通常不会这么白目，在台阶上面，它会在台阶的下面，有草有黄土的地方，一路都很陡，只有少数几个地方比较平，我会停下来稍微做个团体解说啊，因为那个步道只能容纳2个人前进，那台阶宽度不宽，那你往前走的时候啊，两个跟上路，从登山口到1600，通常都是比较陡了哈。到了1600，你就不要放弃了，就上了0线就比较平缓，就快到了。今天呢，它压后啊，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他反映哦。我是压后的，所以呢，你们不用急，然后第二个就可以上就上，不能上就别。所谓不能上，就是你有头晕啦、口渴啦，或是说全身好像发汗呐，或一直出汗呐，不舒服就往回走。我们就只有一条路，就走回来，然后到这个游客中心等我们。不要乱走如果有不舒服，赶快跟我讲我尽量帮你忙这位是我先生那是有配吗？不配那么高又那么矮这里曾经发生过意外，就是有一个彰化县议员，他也是带队伍来，然后呢走到800阶，他心脏病发作就走了。另外还有一个苗栗市长，他也是带队来这边，上去已经下来了，下到400阶再走不动，因为严重的
热衰竭啊。所以我的意思说，不要开玩笑哈，我们这边呢离岛哈。要送回去也是麻烦。对啊。所以你要是觉得不舒服，就是沿路下来在这边休息。这个小区块啊，一年到头都会长那个林头果哈，树上的凤梨。竹杖用完，把它换回地方下来的时候哈。好，从这边开始躲上230些位置。好。经过几十分钟的爬升，终于来到了小凉亭的位置。能在这里远眺画面左上角的龟山岛八景之一神龙摆尾。你们头上这个啊，这个是雪桐。雪桐，那个梧桐知道吗？梧桐开花五叶雪，对不对？那是外来种。我们台湾的3种原生的桐科的植物啊，这其中之一雪桐。雪桐就是拿刀枝干砍下去，它会流血，因为它的枝叶还有丰富的那个铁质哦。所以它会变成红色的。那还有一个叫野桐，一个叫白蒲子，有3种哈。那旁边这个呢，叫做山棕，它的网状物可以做防水的材料，防水知道吗？不知道。所以原住民哦，部落啊，他们的附近都喜欢种这个东西。哦啊，然后呢，我记得我以前也玩过哦，找到一根最长的，2边的叶子拔掉，就是很好的钓竿。钓蜥蜴哦，就不用花钱。这里啊，很多石头堆叠上来的，这叫驳坎的。哦，那以前这一带啊，全部都是梯田的哈。岛民还在的时候，好，就300件了。这一棵姑婆椅啊，是林步道最大的一棵，然后它也长出来哦，附近本来有很多其他植物哦，就不太能够长高，营养都被它吸收了。然后你看它正在开花，哦，等一下过来这边看就看得到，它开花，像来借一下，这边啊，这上面啊，这叫活燕苞，成熟的时候果实哦，红彤彤的，像魔鬼红一样，像玉米穗，哦，然后它变成红了以后比较没有毒。绿的时候超毒的，强碱，红色的玉米穗它的果实啊，山猪喜欢吃，而且不是说没有毒，它已经适应了。所以原住民哦，会在附近的，会在旁边啊做陷阱，就比较容易捕捉到。这里遇到蛇的机会是蛮高的，超高的，应该每一次都有90%的机会。所以毒蛇的话，就只有龟壳花，其他是还有其他的我看过那连看都没看过的，台湾5大毒蛇好像都有看过的记录。那我有看过那个青竹树挂在树上。哇！啊，有人问我说，这里为什么会毒蛇那么多？据说了哈，日据时代日本人啊，这边是毒蛇研究中心。日本人战败之后离开这个地方，把所有毒蛇都野放在这个岛上。点到为止啊，不讲伤济你会惊。好，这边有个墓碑，看到没有？有。黄清显稿4个字。根据考究，西元1854年，清朝乾隆4年，有一个叫黄春明的客死他乡在这里，然后就葬在这里。这个可以证明说那个年代这里就有很多汉人在那边活动。据说啊，这个黄春明啊，他的后代啊，在台湾啊，各个角落都辉煌腾达。但是这个内容物已经迁走了，民国66年就已经迁走了。所以这个是空的 ，OK。但是留个碑啊，在这边当做纪念啊。好了，我们继续前进。这边上去就比较陡，上到1000阶哈，所以我们这边再做个简单介绍哈。因为这边比较平，这一段呢是树林步道最平的一段。好，问大家一个问题哦，有没有人去过司马库斯玩过？有。司马库斯我玩过的人应该都知道哈，部落走到神木群有一段距离大概5公里。这5公里大概会经过我给他数过6片大竹林，有没有印象？有很多竹子，对不对？对。好，
那六边大竹林哦，通通都是什么桂竹，都很粗，很高大，有没有？有没有印象？拍谁哦？我家边哦，我古山岛嘛，见多这个竹子哦，这个也是桂竹。我家看得出来哦。我们这边的桂竹啊，都是瘦瘦细细，然后也长不高。哦，这2个原因，就是第一个土壤不肥沃，第二个呢，烘冲级的效应叫做烘冲效应太强了。这里所有的植物哦，都有一个特性，不敢长太高。长太高就被修理，尤其台湾的就把你理平头。那为什么这边要种那么多竹林？有一个特殊的用法哈。这里家家户户以前打民国66年还没迁村之前啊，99%都是移民，然后家家户户都有所谓的遗传3板船，那用久了会漏洞，要不要补？要。但补那个船的漏洞啊，所有手续都完成了，最后一道手续哦，会砍这个绿色竹子哈，砍下来然后来焖烧。那烧的时候也牵油烟，那黑烟哦，还有油脂，第二油，你们听过吗？然后就是在烧的时候呢，再熏，把那个补好洞，除了烘干之外，那油脂顺便敷上去，就是土法炼钢，都会补得比较牢靠这样。好，我们继续前进。我们啊，龟山岛只有2.85平方公里，然后呢，植物生态哦有几个特性。第一个哦，热带植物这边有，温带植物这边也找得到，哦，这个是特性之一。再来就是这里有植物种类将近500种。然后第3点，这里啊，因为生态很丰富，所以蝴蝶啊各方面的都很多。然后这样好像还不至于凸显它的多么的富有生态的那种效果。对，这样讲好了，我们从蕨类角度切入哈。整个欧洲大陆的蕨类哈，觉得很累。整个欧洲大陆蕨类才150种，然后日本呢蕨类4个岛国加起来800种，我们台湾的700种多一点。这个地方呢，目前发现了99种，才2.85平方公里而已。所以这个生态是超丰富的哈。那古时候呢，战国时代有一个人被割刀，仔细观察就发明了锯子，是木匠的鼻祖。鲁班，他老婆还发明了那个雨伞。好，那我们讲说就收集了这个，收集了一大把，然后呢就分2边开始打仗。那怎么打？我看哦，我开始表演了。好，先把它这样剥离之后，然后就开始像箭一样收出去。注意看，注意看啊！后面要注意看。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打锅穿杨。好，我们继续前去。那个啊，小洞看不看到？时间到了啊，有一种特有城市的只有这样，这里有的壁虎，龟山壁虎会在那边下蛋。哦，那个小洞下蛋，现在不是季节。随着阶梯树不断爬升，呼吸声逐渐下沉，和一旁悦耳的鸟鸣形成鲜明对比。终于来到1000阶的大凉亭，用更高的视野俯瞰沙嘴。这个小洞啊，天气好的时候就会跑出来。须腰蜂，黑色的。须腰蜂是什么？它是住在地底下的蜂类。蜜蜂哦。它是吃昆虫的。哦。类似虎头蜂那一种，但是它不是虎头蜂，而且这种黑色的哦，它在这边没有听过它会咬人。如果要拍照下来会比较好拍，因为现在人比较多哦，现在都是零落落嘛。应该说7月上下了哈，这个会开花，这样。这3林头的花这么大，黄金色的有没有？它可以提炼香水，很香。那一段时间走这一段都可以闻到。蛇洞，把这一个蛇啊，现在2个蛇洞。蛇洞。它的枝条啊，跟竹子完全一样，圆柱形的，一节一节。好，它的叶子闻一下。
很香。它分布的范围，台湾全省中低海拔都有它的踪迹。它有什么妙用？它可以直接当茶喝，下一站嘛耶稣名叫高扎地。然后九层塔。九节茶，学名叫草珊瑚。它开花的时候呢，开黄色的小花，有点花苞，有没有？结个果实跟它枸杞，橘红色的。它什么妙用？这里刚好斧头窝群起攻击。如果这边一出现，那边也有，你看，那边也有，后面那边也有。它就是注意看，你看它一颗这附近都很多，拿起来赶快抽，叮到的地方赶快抽，因为骨梁一钻进去马上解。真的假的？普通温度马上解毒，我用这救过2、3次了，救人。那这个很好认了，你看它的叶子呈锯齿状，有没有？然后味道就这么香。这个东西啊，有没有花？有，已经在开花。这个一颗上来就分叉，每一叉有3片叶子。分叉的地方会开花结果。那如果比较大的它开的花有点像那个释迦。如果它红色的它是天然蜥科，跟姑婆同一科的。它绿色的果实就特别毒，然后它是强碱呐。那你如果不小心的绿色把它摘下来咬下去你马上吐掉，拍水来不及了。那当然注意了，那个你舌头会快要整个烂下去。我看到有个同伴就把它摘来咬了一口，吐掉来不及了，快要穿透了，烂的快要穿透了，超毒的。它叫生拔，开白色的花，可是它的花呢是臭臭的，所以它们吸引那个苍蝇来沾它。白色的花有没有？这叫华巴参。那个花闻起来臭臭的，会吸引那个苍蝇。到了。到了。终于来到了1706街，边走边停，步行将近1小时。这个是太阳能板，对，但主要是为了要供什么电？供这个上面有那个基地台还有那个测量气象测量跟那个地震仪。上去拍就可以更漂亮吗？好，谢谢。上面更大。好，这个是头头怎么样？嗨，穿有鸽子。高地上欣赏震后的龟山岛，龟首依然无恙。一艘船缓慢地驶过牛奶海，海底的热泉夹带二氧化碳以及硫化物质喷出海床。当触碰较低温的海水时，造成龟首附近的海呈现奶白色。远处尽是赏鲸船，正在寻找海豚和鲸鱼的踪迹。这一处的颜色是不是有点像水南洞的阴阳海呢？平台的后方一侧，鸟儿在高处翱翔，能更清楚望见下方的奇境。感谢这些每月固定登岛的维护员，3天2夜住宿在岛上，维护步道，保障游客的安全。丰富的生态，有趣的知识，山下还有更多。外围的这边有一些海边的地沙植物那一类的我可以介绍。那白花我们还是讲一下，白花在中国里头象征百年好合，对，白头偕老，它有一个特殊的名字叫做银赏仙子，像白银一般的一赏的神仙，代表很纯洁。在西方传说里头，亚当夏娃脱出进口之后上帝惩罚他们，那个夏娃就掉眼泪，掉在大地上，所焕发出来的植物就是百合花。希望有2个国家把百合花当成国花，你们知道哪个国家吗？法国。还有呢？梵蒂冈。还有我们国内有一个原住民的族群把他们的那个族花是百合花，你们知道哪一族吗？哇，改族 OK。百合花它是常年生的，它下面那个地下茎像个蒜头，有没有？还可以治疗胃部的疾病重要的一位。好，我们继续前进这个台湾都有，野花跟它爹叫台湾芦竹，它大量的栽种可以拿来做那个很高级的纸浆的原料这是喜鹊
这条后路，然后那个接地上去啊，是看一棵神树，就是毛树，那几棵有那平台上面有4棵，有没有？毛树，所谓毛树哈，值得一提上的素材哈，叫做黑檀木。那个基础一锯下去哦，树皮到树心都是黑色的，锯一段放到水里头，它会沉下去，是很好的家具用的木材。好，介绍庙之前哦，我再介绍这个。另外那一种，这个是海边的植物哈，我会顶部的当归你捌听过吧？哦，海边的当归叫做冰当归，海边的冰。台湾的当归，有效不？有没有药效？其实当归哈，大部分有药效都是大陆进口的。台湾的，应该没什么疗效了，疗效也不大。但是呢，它是伞形花科的哦，它跟芹菜是同一花科的。好，我们介绍这个庙。这个庙看的重点呢是它的屋顶，所以你们站外面一点。好，翻过来。这个屋顶呢很破旧，对不对？可是呢，屋顶下面是不是新掉掉？是不是反差很大？啊，这个有原因的哈。早期民国66年迁村的时候，发迁村之前啊，他们也做了很多准备。到底哪一年正式盖这个庙已经无法可考，至少有160几年，超过160几年。一盖叫拱南宫，可以见得你看它庙的门帘都是拱开头南结束，有没有？其实很多庙宇哦，它的名称都跟那门帘很有关系哈。然后拱南宫呢，一开始服侍的是三太子李有嘉哪吒。传说中哪吒对于那些贵宾虾将最可以镇压了，因为啊这一只是大乌龟，然后正所这一只大乌龟呢，他们岛民怕这乌龟边存。后来有一次台风天来的时候，呼天抢地的，台风过后呢，在乌龟的尾巴那边捡到一尊神像，拿起来一看是妈祖，然后把它供奉起来，后来改成妈祖庙。然后他们要迁村的时候，那边拱南宫也盖好，比这边还大，这里还漂亮。但是唯一担心，怕说妈祖哪天在这个地方不够我们迁村怎么办？好，他就想到一个办法。那时候没有大型机器，也没有办法把它铲平，就好几个人拿榔头爬到屋顶上，把那些融化缝啊，都把它敲坏掉。还有燕尾有没有？通神的那个燕尾，都敲得乱七八糟，变成会庙。那阿密克进来变成灰庙了，结果学生也进来了，就能发生很多不幸的事情。暗时啊，各看到有的无的。最糟糕的是，有一年的1个月这边最高指挥官是加强连的连长。有一个连长去巡视的时候，台风天，结果掉到龟湖就走了。才差1个月而已又来一个最高指挥官。最高指挥官就发电机故障，然后去巡视，结果爆炸。又被炸死了，搞得人心惶惶南洋最高指挥官，南洋地区，赶快请佛光山的大师来边登岛一看，不得了，到处都是妖气重重，怎么办？就请了2尊神明宝贝然后呢就是观世音菩萨供奉进去，改成普陀眼，然后一尊在里面，一尊在等一下我们会路过成龙观音。那面对的是金银，有镇煞的效果。他们的信仰中心信仰到什么程度呢？举完打架偷窃，摆不平的事情，他们不会找里长主持公告，也不会找警察局就在旁边，他们就在庙门前当事人2、3个当事人，规个用牙掰掉可以就抓，谁做错事情谁就要低头认错，99%的事情在这边就解决了。好，这边282号门牌号码有2个作用那个内政部正式要承认你说你这个庙宇可以真正运行运作的，必须要有门牌号码。然后他们迁村过去那边也是一样编排门牌号码。最后1号281号也是他们迁过去的那一间庙。这边282号有个根在这边。好，这个石头你看。这个除了有石敢当的作用之外，还有这个呢，我们任何2个石头一起摩擦，然后会有特殊的味道，火山爆发的味道。那墙有2个小孩子在干什么？玩风筝，那个风筝叫72角风筝。打顺子是这边的传统童玩之一怎么玩怎么打。这次比赛这一根木棒60公分长，打出去看距离多远
打出去的距离打3次，加总起来论输赢。那怎么打？它放在地上，两边后敲两边，敲下去它会弹起来。这第一个动作，还没跟它掉下来之前，第二个动作赶快打出去，这叫打寸子。阿爸讲叫做动寸点啊，有没有听过？来，哇！第二个动作我会点到而已啊，我不会打而已，好不好？好，再一次，故意的。全台湾有一个地方，乡民运动大家都还在做比赛，你们发现掉？那个毛巾。你们知道在哪个地方吗？不知道。澎湖县的西屿乡，这个叫宝龟。龟形你有没有听过？来，龟形有没有？那个济公活火在扇的那个扇子。那么台湾哦，所有的现在有种的虎葵都是在那边移植过去的。这里呢是延伸的，台大校门口两旁各一排，台大校门口就是虎葵树。好，这边有冷泉2个字，有没有看到冷泉？有。这里呢，湖水以前没有那么高的时候啊，现在有点慢混在一起了哦。这里他们重要的岛民的水源用水之一哦。那曾经半年都没下过雨，这也不会干枯掉，所以对他们岛民非常重要。他们给它一个特殊的名称，因为我们这个乌龟叫神龟，对不对？对。然后这个冷泉呢，冷泉的水叫做龟尿。龟尿。你们到底会囡仔喝去倒吃饱去？好，这边有鹰科字在水底，有没有看到？有啊，写什么？那据说还没岛民以前，这边就有鹰科字，有人在那边修炼的样子。哦，有。那几个字叫做诚心敬怀，眼前即是一片光明。好，我们继续前进喽。西元1853年开始有3户人家在这边落脚，姓蔡、姓陈、姓林，一开始只有3户人家，人口少，问题少，只要温饱就好，对不对？可是呢，西元1853年到民国66年以前啊，他们啊传承了100多户就住在那个地方。100多人就很多，对不对？问题就多，有4、5个问题哦，导致说他们就是要迁村了。好，第一个问题是婚姻，可能吃爱晒，大家拢做后生，拢生查甫较济。然后这边的女生呢，到外面看到世面又不回来了，哦，所以到最后，男人娶不到老婆，有这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他们这边呢，医疗也很糟糕。这个如果你要只要生小孩哦。那产婆要到台湾请过来，这边住几天？哦医疗没什么医疗，不能生大病，生小病可以。哦医疗设施呢？没有医院，也没有卫生所，只有里长的家有一个大药箱，然后里长会帮人家配药，感冒啦、肚子痛啦，然后里长还会帮人家打针。他们不能生大病，生大病的话要带很多钱。然后他们那时候划船过去，那有时候划船哦，顺风顺浪。划过去要4个半小时，有时候逆浪划到一半，各都退路，所以呢，他们一定要带很多钱，有时候划到一半就死掉了，怎么办？继续前进到台湾第一户棺材回来，他们的夜总会在那一棵海藻高高那棵树后面那边一排，整个60人都牵走，少数在这边。为什么他们有4个多可以形容？他们家家户都养猪、养鸡、养鸭，所以呢有4个多，就是大便多，臭气多，蚊子多，苍蝇多，苍蝇特别多。每次台湾来哦，家家户户的屋顶都变透天了，这样听懂吗？然后他们迁村之前的那几年哦，台湾很平缓，所以他们也是造成要不要迁村的原因之一。台湾一来就断粮，一断呢，都至少5天没得吃。这边放养很多无国鱼，是因为台湾天来的话没办法捕鱼，就捕无国鱼来吃。这里呢的优势就是像海产青菜料都做红牌，这样听懂吗？可是这边的生活技能就是不好，而且讲到娱乐，他们也没什么娱乐。听说他们不缺钱哦，赚的钱都坑个名称卡，不对开，这样听懂吗？他们端午节会在划舟比赛，那马祖生日的时候会在马祖前面搭一边从台湾请歌仔戏班来这边唱，
就是马祖生日的时候，那一唱多久，你知道吗？1个月逮到机会，他们不缺钱。再来讲到那个教育，这边民国38年成立第一所小学，一开始叫大溪分校，隔年再变成头城分校，第3年才正式命名为龟山国小。所有老师都是代课老师，只有校长是在地人。这边呢也不重视教育，有时候尤其是男生念到3、4年级小学3年级就不念了就跟爸爸去捕鱼了。民国61年4月21日才开始家家户户有电灯、有路灯。可是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封闭的。他们在民国60年开李明到底要不要继续前进？然后政府就担心，就是在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地免费给他们，公共设施好几百万做给他们，但是家户还要房子要给他们第一贷款，超第一贷款128500人，家户都有。他们迁过去唯一的条件就是不可以有钉子户。他们是移去哪里啊？他们现在住的地方就是龟山里大溪那边有个龟山里，有没有？民国63年第一户就开始迁了，迁到陆续迁到民国66年才全部迁完毕。好，那我们继续前进另外有一种桑葚叫小叶桑，听过没有？小叶桑的树叶抽嫩芽的时候你再来可以当蔬菜吃，而且非常营养，可以入药。那这个皮呢，中药有一个叫三白皮，有没有听过？有。就是这个皮这是老张。那我讲一个特殊的用法老张的球心你把它取出来，然后修成小木钉，只有一个地方会这样用南屿住的房屋也是自己盖的嘛，都是木头的然后呢，他们要永久衔接起来的时候，他可能一开始会先稍微衔接起来，用别的木钉都没关系。但是要永久衔接的时候，一定要找这个做出来的木钉阴干之后它不会变形衔接之后呢很耐用然后据说有辟邪的效果。我们先来顺口溜好不好？听说摸龙可以带来好运，来摸脸嘴，我你大富贵；摸脸角，我你赚钱稳当当；摸脸手，我你赚钱赚到连珠手；摸脸脚，女儿不能乱摸；摸脸脚，我你较紧做阿爸；摸脸尾，我你好结婚好唔好啊？这个成龙观音在12年前有一个大台风来的时候，把旧的成龙观音吹得片甲不流通，掉到湖里头去，那是后来新盖的。经过考验，几年下来都还在据说在这边许愿会非常灵验。你许任何愿呢，只要不是坏事的话，都可以成真。为什么？你看他的手势，你看都比好了。OK， 你许什么愿都 OK。这3颗凸出来的有没有？这叫大叶罗汉松。那么挥手，我们早上不是身体是泥吗？往挥手看上面的太阳看不清楚，它上面的瓷坯清一色都是这种植物，叫大叶罗汉松。那我再介绍一下，这一片树林叫做海芒果，它现在没有不就是不会开地花海芒果跟芒果没两样，很漂亮。但是它有剧毒，是世界上10大有毒的果实，它是那个夹竹桃科的。记得夹竹桃科的植物都有剧毒。我们这个分道跟金门马祖比起来是小巫见大巫。那既然来了，我们还是参观一下。就一这一门炮被炸掉就没炮。这个叫效应吹3个字，大家没有看到？那是因为炮打出去那一刹那音爆很强，如果你不做防范的话，耳膜会被震破掉。好，这个龟尾湖长400米，宽250米。然后呢，我们潜水下去做研究，据说最深的地方有到27米。请问这个是咸水湖还是淡水湖？爆浆叫偏淡。对，这个羊也会吃，然后羊的脚蹄加羊蹄，然后它的根煮来洗身体可以治疗皮肤病，尤其是牛皮癣。这么像哈巴狗的狗头，像狗头，像一个狗头那个耳朵伸到那个湖面。然后左边就是他们以前的夜总会了左边这一片。
啊，但国小不就是在这边吗？怎么连这么近？啊，对啊，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就这么小啊。以前呢，龟山岛前面啊，哦，这个教室前面就是操场，有一座篮球场。好，这个叫民家庭哦，民家庭就是为了纪念那两个姓竹的园长，中间的名字抽出来命名的。行程的最后搭船环岛，因为菲律宾和欧亚板块运动火山喷发后而形成的龟山岛，裸露的岩壁却又覆盖上一床绿席。远处的牛奶海热气翻腾，龟手能看到花莲大地震和去年岩石崩落的痕迹，流气终年不止，从流气孔倾泻而出。峭壁与海面的交接处，因为受到海水侵蚀而形成了龟山八景之一的眼镜洞。船行还能远望位于南岸码头旁龟山坑道里的炮口。谢谢宪哥的精彩解说，跟着海鸥一起快速探访南洋博物馆吧。南洋博物馆融入南洋平原田野色调，打造四季的主旋律。单面山的设计风格参照北关海岸一带独有的地理样貌。正对龟山岛，周边自然生态丰富。距离5分钟的外澳沙滩，这里可是北台湾冲浪客的冲浪圣地哦。外澳沙滩对面的大牌坊，带你通往100年历史的接天宫，虔诚祝祷，旅途平安。我是德克，我们下次见。